我不知道他是谁，结果我就点到那个大屏，就是大头像里边，然后我就看到原来是他，但是他已经瘦了特别多，他原来是一个小胖子，特别圆脸的一个状态，但后来好像就是因为他健身，就跑步啊怎么样，他脸就瘦了很多。理应说一个人瘦下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就是时隔2年、1年之后，你看到一个人就是瘦了，你会觉得是有一点点心酸，或者说有一点他过得好惨。然后让我触动最大的其实就是他下身穿着一个短裤，那个短裤是一个橙色的短裤，然后那个短裤其实是我曾经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花40多块钱买的，也不知道他是刻意的去留着这个短裤穿，还是因为他也没什么钱，就没把这个短裤扔掉。反正那张照片上他是穿着这条短裤的，所以就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感触，还蛮深的。所以，想对他说一句话吧，因为他现在也在做律师他之前是公司的法务，现在在做律师，而且现在也有对象了。后期我们也有微信了，也有微信了，就是好像是芝麻，跟我回家的时候，他看了我的剧，然后就加到我了。他在他心里，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不喜欢他，觉得我是渣男，但其实我虽然说没有说特别特别喜欢他，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关系就是会更和谐一点，就是性格上更合一点，我觉得我们会走很远很远，而且这个人其实会让我憧憬那种平凡平淡的生活。现在是回不去了，因为现在注定了不平凡，就是可能他也不适合我，他可能也是需要一个真实的，然后那种完整的那种感情。希望他幸福，希望他幸福。刚才讲的是芝麻一川田部分的一个戏份，有的人说是我是一，对，其实就是戏剧肯定是要修改的，所以就包括芝麻二的剧情其实也不是我跟 Q 先生的故事，所以就是你们要了解就是这个剧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很多剧本都是真假参半啊，但是可能芝麻一还原的东西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老粉丝看芝麻一会非常非常的就是开心，因为就是之前讲过的事情，就真的到了一个就是剧集里边，所以就看着特别爽啊。我是0.5，我可能是0.8，现在可能只能做1，对，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想去尝试一些东西，那现在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个人会觉得说自己也没有什么就是需要自己柔弱下来的一些状态，所以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就是什么事儿都自己做主，然后孤独也好，然后
对，怎么样也好，我觉得都是自己在掌握。就现在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自由，精神也自由，然后对什么都自由。我蛮享受这2年的一个状态，是，对，嗯，对，少了谁都能过，是这样。就是现在不会把感情看得特别的那种珍贵啊，怎么样？因为我会觉得说，哦，再珍贵的人，其实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你未来的人，其实你可能会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比现在的人还要珍贵的人，但是谁又能保证未来的人就是不会比未来的人更珍贵呢？就有很多人都说我没有就是可能冷漠了，其实不是冷漠了，是因为经历的多了，其实就看淡了一些事情，就是很多东西你现在看着很重要的东西，可能经过时间的一个打磨，然后包括人生的一个就是不断的在呃进化，然后包括一些发展，就是你就会发现其实都是一个经历而已。就现在我可能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吧，就是不会纠结说应该找什么样的，或者说啊就再去想体验一些新的感情。其实现在我觉得都是在重复自己的生活啊。我就是喜新厌旧，我洗你妈！反正我不说什么。好了啊，来我那个就是继续来讲那个 Q 先生的故事吧。啊，讲 Q 先生的故事啊，这是我跟龙二的原型啊一个故事。这段感情其实是我为数不多做零的感情来了。这段故事其实可能会有一点点刻骨铭心，因为其实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写了很多歌啊，写了2首歌。这2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我都觉得还写的还蛮好的。一首歌是越来越像你，一首呢是反正我还不够优秀。然后又因为龙二这个角色，我又写了一首交歌。所以就其实这个人影响我蛮多的啊，影响我蛮多的。好了，我们来讲这个故事。二哥是一呀、是不是一？跟你有关系吗？啊？好了啊，来，我们继续来开始下一段的故事啊。读的是零，我是你爹。好了，来啊，别人什么属性别太关心，没什么意义。对，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是有的人说你是零啊，那个什么什么龙二是什么01啊，怎么样？跟你们真没关系，是零是一跟你们真的没什么关系。你们不会就是说这跟那个龙二有什么关系的，对吧？就是不要想太多啊，什么，就有的人莫名其妙就是啊，龙二是一呀、完了，真的还挺可惜的。就是谁给你的自信啊？这人是一是零跟
别去问别人说你是1还是0怎么样，跟你没关系啊。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啊。说什么人家个高了个矮了，又不做你对象，对不对？你也没有这个福气，没有这个命啊，就是你就找一个就是不嫌弃你的人，或者说就是爱你的人，其实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就是一个生活了。我个人会觉得就你得看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很出类拔萃的话，你可以拔高，你也可以忍，就是你拔高的一个结果就是你要忍受这个孤独，或者说你要就知道自己啊，就自命不凡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千万别就是对别人就是有什么期待啊，怎么样，跟你没什么关系啊。好了，我们来讲那个我跟 Q 先生的故事，也就是我在芝麻1里边跟龙2的这段故事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我其实跟他认识也是因为我在直播，然后有一天还是放点音乐吧。我跟Q 先生认识，其实就是因为我在直播。那个时候我已经从方糖娱乐转到了就是那个叫什么咸蛋家，然后在那儿直播。直播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人就是没事就刷点小礼物。那个时候咸蛋家的礼物好像都是52的刷啊。当时其实刷就是大佬啊，我的直播间里的大佬其实就不是特别多，然后但是我也经历过一些就是鼎盛的时期，所以52这种小红包其实我也没看在眼里。但难得的这个人就是非常有心眼的，就是他把大红包拆成了52，他就刷来刷去，他就会让你的屏幕看着特别好看。但是当时我也就是只是留意到有一个人在刷，但是大家也知道我对礼物其实有一点点冷漠，就会觉得说哦好吧，就而且那个52的红包好像就当时就是几个小元宝在那叉，当时还会觉得说哎有一点点心酸。后来就是他就是来了2天，然后刷了几百块钱，引起我的注意以后，然后他2天之后他就开始私信我，他说老婆，你叫谁老婆呢？叫你啊，你是我老婆。我不是你老婆，我是1。你是1？对啊，我是1。我觉得你不像1。我是不是1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像不像1跟你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是1。哦，那你做我老婆不？这人有病吧？逗你玩儿，能加微信吗？不能。哦，那行吧，那你忙吧。就这样，然后就是这是我们第一次聊天，然后他就开始用言语上就是会有一点点就冒犯到，但是呢，他依然坚持的在看直播，依然在刷。当时我会觉得说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每次我下播了以后，他就会跟我简单的贫几句，就是老婆，这几乎就是每次我下播他都会叫老婆。后来有一天他就加了我微信，以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因为当时的我虽然说没有就是没有什么见过什么特别大的世面，但是对一些人我其实会有一点点就是自己的一个理解和猜测。
我看了他的朋友圈，我说你的朋友圈有点意思。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呀？我说我从你的朋友圈里，我大概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你还有这本事？我说对啊，我试着猜一下你。他说好。我说，因为他的朋友圈其实是一个既高调又低调的一个朋友圈。高调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他有各个国家的，就是一些照片。他去过日本，去过英国，去过泰国，然后去过美国，反正在他的朋友圈里边都会看到。当时然后但是他的朋友圈又不是那种就是出去发什么酒店呐、发美食啊那种，他不是这种，他只是发风景，发他这个人在风景里边的照片，而且看着又比较死板的一些照片，就是像游客一样。然后我就说，你应该在30至40岁左右。他说这个有什么猜的？我说那我详细一点，我说你应该是在35至45之间。他说这也没什么猜的。我说那我再缩小一点，你应该是在38至42之间。他说为什么你这么猜？他说这个什么根据？我说以你的朋友圈的展示的一个现象，就说明你这个人是有经济实力的，但是你这个人也比较低调，但是呢又会让别人看出来你其实是有钱的，所以圈子里有钱的一般都在这个年纪。他说那你猜得很准。我说那你应该有对象了。他说你为什么猜我有对象？我说你这个年纪，然后条件又不错的话，一定有个对象。他说你又猜对了。对。然后我说那你的性格应该是个1。他说废话，我都叫你老婆了，为什么不猜是1？为什么是个0？我说因为你的朋友圈里显示的那种状态就是很稳重。他说你猜的又对了。对。所以其实我猜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就想了解他这些基本的信息，然后我知道应该怎么去跟他相处。那你有对象了，我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去跟你接触，然后从那以后他就每天就刷礼物，然后跟我聊几句，刷礼物聊几句，但是我其实都没放在心上。但是突然有几天他就没有来看直播了，他也没有就是再去跟你说话了。我甚至会有一点点不适应了，因为那段时间就是自己在单身的一个状态，我就会觉得他怎么了，他怎么没来啊？这人一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会觉得说突然不来了。再后来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心情不好的样子，然后我就主动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心情不好。哎呀，这个不是有一个空气那个香氛的那个机器就在下面吹着，哎呦这个香，这个香有点呛嗓子。后来他突然就表现出自己的心情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没怎么。我说你现在在哪里？他说在上海。我说你去上海干嘛？他说我跟我对象来上海看一个动漫展。我说哦。然后他紧接着他发了一个照片给我，大概是在厕所里边的一个镜子，他给我拍了一张他的照片。
我看见照片里的他满脸通红，我说你喝酒了？他说对。我说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他说他真的非常不能理解，她的男朋友喜欢上了她的，就是她的男朋友跟她的好朋友在一起了。这大概什么意思呢？其实后续我才知道他俩其实是半开放关系，她也可以接受她男朋友在外面有人，包括她自己，她男朋友也接受她在外面有人，但是她接受不了的是她男朋友身边的人居然是她的好朋友。所以她当时也是就是这次来上海看那个动漫展她才知道的，所以她就心情非常非常不好。我就安慰她几句，但是我也劝不了太多。就这样，从那以后其实偶尔的就会关心到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发觉，其实我对她是有一点的好感。那个时候我没发现我对他有好感，直到后来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自己发歌了，然后方糖就是让我们去做活动，然后要在北京录几期综艺节目，然后我就从哈尔滨要来那个北京录节目，然后我在直播上就说了一嘴，然后他就知道了以后，他就说那我给你订酒店吧。我说不用订酒店，我说那个方糖会统一给我们订那个酒店。然后他说哎呀，他们订的酒店肯定条件不是特别好，他说我给你订那个稍微好一点的。我说不用。后来他还是就是说哎呀，你就听我话，然后我给你订酒店，我也不会对你做什么。然后我说我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因为就是无功不受禄。他说那你可以请我吃饭。当时其实我没有觉得说住店应该很贵，因为当时我的消费观其实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吃饭其实我还是会觉得说好像吃饭能吃个1000多块钱，但是当时我觉得住店应该没有那么贵吧。所以我就说那行吧，那你那个帮我订酒店，然后我请你吃饭就完事儿了，就是有来有回嘛，就属于这种。然后后来我去北京做节目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就是好像是在三里屯的一个咖啡厅 Costa， 三里屯北区地下1层的一个 Costa。然后我们见面了以后，我就发现他其实比我想象的中要矮一些，要瘦一些，但是能看出来身上是有小肌肉的，他是算是一个猴子，肌肉猴子。但是你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感觉到这个人就是气质气场就非常好，就是气质非常好，就一看着就是有钱人。但是他说话就是有一种就是哄小孩的一个状态，我又有点大男子主义，我就挺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的，就是他就像一个老干部一样，就是在跟你说话的时候还就是从你的话里要去分析你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整体交谈大概40多分钟，其实不是一个特别自在的一个状态。后来离开以后，他就说那个酒店住的还行吗？我说还行，因为他订的是喜来登酒店，在东三环。那个喜来登虽然说很老很旧，但是它也是5星级嘛。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住5星级酒店，然后我也是
第一次什么知道什么住店还有税啊之类的，反正当时就觉得很就是他是算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让我体会了很多，就是超出了我那个消费的一个水准的一些生活。后来我这边录完节目要走的时候，然后我就请他吃了顿饭，是吃了什么麻辣100%，就是也没花多少钱，但是呢就是跟他吃了一点饭。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吓我，他说哎，我那个酒店里边可以就是我可以随意进出。我说那我把门锁好，我说我把门插好。他说你插好也没用，就是的意思就是房是他开的，他可以让前台把这个房间打开，他就吓唬我。我表面上不信，但是其实我回去的时候还蛮紧张的，因为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就是说这个酒店其实住了6天，花了将近5000多块钱啊。然后我当时还会觉得说，请人吃这点东西，因为有钱人其实你会我跟有钱人在一起，我会很怕就自己跌了份儿，就是会很要面子。再后来其实我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就继续了看直播跟我聊天，看直播跟我聊天。然后那段时间其实就有黑粉了，我其实就有黑粉了，然后就是莫名其妙就每天都缠着我，当时就心里非常不舒服。恰好这段时间他就想着说跟我一起出去旅游，然后我觉得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但是当时我觉得确实是自己有点喜欢他，所以才答应的。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因为你也不了解人家。现在想想就可能真的是因为喜欢吧，但是那个时候的喜欢不明确，再加上自己可能生活里会有一点点烦，就粉丝天天黑粉天天缠着你。然后我就跟他去了第一个城市成都。我们在成都他在成都的太古里找了一家酒店，一晚上要4000多块钱，这已经超出了我所有的这个消费观念了。就是我当时就会觉得说啊，4000多块钱的房间真的很好。对，就是作为当时26、7的我，26吧，当年我26岁吧，27岁，就是4000多块钱的酒店对我来讲已经很奢侈了啊，很奢侈了。后来我就在那等他，我真的不夸张，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怕自己就是做错了什么，因为房间是他开的，他给我转钱，我交了押金以后，我就在那个房间里，我连床我都不敢坐，就因为那个房间是人家花钱开的，所以你不好意思把床弄得特别乱。比如说就是我真的就是很累了，然后我想躺在床上靠一会儿，靠完了以后我怕他来的时候看见不整齐，然后我就把那个房间就是把那个床铺得非常整齐。对，所以直到他来的时候，我就都是保持一个就很紧张的一个状态。他来了之后不紧张了，他来了以后倒不紧张，但是会很尴尬，因为两个人其实没有就见过2次面，然后彼此也不熟，也不知道该聊什么。他又是一个特别特别内向的人，我算是外向，但是那个时候算是外向了一点，但是也不知道该跟人聊什么，而且人家的身份在我的心里就是个有钱人。我对有钱人其实就是会有一点点敬而远之的感觉。再后来他就带我去吃东西，然后简单的逛了一逛，晚上我们也没发生什么。第2天的时候他就想发生，但我真的很恐慌，因为我不擅长做零，就是很担心对，很担心然后对，
但是还是发生了。对，发生了之后很不舒服嘛。但是你知道发生了之后就莫名其妙的，就是反而跟他关系更远了，然后就一起尴尬的又待了一天，我们就3天的旅行。结束之后我就觉得说自己堕落了，居然做零了，而且跟一个有对象的人，我当时就非常非常，就是你知道就会觉得说非常觉得自己非常的就是原谅不了自己，对，就原谅不了自己。然后当时就我下了飞机我就把他拉黑了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哎呀以后不要再见面了，就是这个就当做一个过去一个回忆就完事儿了，就千万也不希望别人提起，对，就是不喜欢这样然后拉黑了以后觉得心里舒服多了，结果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又开始直播，然后他又出现了，他在屏幕上说你为什么把我拉黑，然后我看到以后我就装作没看见，我下播以后然后他就开始私信我，他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拉黑，我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我说你有对象，他说有对象怎么了，我说有对象就不能在一起啊，他说有对象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说我不喜欢你，他说你不可能不喜欢我，然后他说其实百里屠夫你是一个特别傲娇的人，你能为了我做零当时我就被他说的我就是真的是人确实说的对啊对，然后我就哑口无言，然后他说你别闹了行不行，咱俩好好在一起不行吗，我说咱俩没有办法好好在一起啊，就是他说怎么不能好好在一起，然后他就非得要加我微信，然后我就没加，后来又过了几天，反正就他一直就在缠着我，后来索性自己就加了加了以后那段时间就是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小孩，我就觉得说不能跟这个 Q 先生在一起，然后我就跟这个新的小孩见了面，然后还确定了关系，想跟他在一起，结果确定关系以后，然后我就打算去那个小孩的城市生活，所以我就回哈尔滨了，回哈尔滨收拾东西，然后再去那边。结果这段时间他就可能因为他总在国外，他总在国外，然后因为他好像是有什么绿卡，好像那个要出国，每年要出国半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保持这个绿卡，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因为我们也时常有时差嘛，因为他在国外嘛，所以就是那个我跟那个小男孩认识的时候，那个湖州小男孩认识的时候，我们也没聊天，结果恰好我回来那天，我回到哈尔滨那天，然后因为也没怎么睡觉，然后他就问我了，他说你这2天干嘛去了，怎么没跟我说话，怎么没跟老公说话，我说你别这么叫了，我说咱俩也没在一起，他说在一起了呀，你都做零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就是朋友圈，我说你没看我朋友圈吗，我说你根本就不在意我，你连我的朋友圈你都不看，因为这2天其实我把那个就是跟那个小男孩的一些事儿其实就发朋友圈了，但他没看，结果他看了朋友圈以后他说那朋友圈什么意思我说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小孩，我决定跟他在一起，对，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能这样，我说我应该怎么样啊，他说你明明跟我在一起了，你怎么又跟别的小孩在一起了，我说我不能跟别人在一起吗，我说你不是有对象吗，他说你也是我对象啊，
我当时我就很无语，我说我是你什么对象啊？然后他就非常生气，他说好吧，那你就这样，你这样吧，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把我拉黑了，因为当时我就非常困，他就不说话了，他就生气了，他就甩，就是说好吧，随你便，大概就这意思。然后我就睡着了。等我睡着了之后，然后他又把我加回来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拉黑了。然后他说对不起，刚才我有点激动。我说没什么，我说第一次看你这么激动，我说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稳重的人。当时心里其实还有点暗爽，就是他为了我把我拉黑了，就是他为了这件事情把我拉黑了，就说明他其实对我是动了情的，对，然后就动了情的，然后居然做这种拉黑的事情。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确定要跟他在一起吗？其实当时我还等着这个金主就说一句说我不想让你跟他在一起，但金主没有说。我说啊对啊。金主说那好吧，那你要决定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就先跟他接触看看。我当时就是什么迷惑行为，然后他就说你们先接触3个月，他说你们先接触3个月看合适不合适，3个月之后合适了再公布出你们在一起的消息，别到时候让大家看笑话。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心里就在想你这是在干什么？我跟别人在一起，然后你还劝我跟别人在一起。当时我就其实心里就是也会有一点点赌气，我说那好吧，那好，我听你的。结果我就跟那个小孩在一起了。跟那个小孩在一起，中途就会跟那个小孩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具体的大家请听湖州小男孩的故事，就咱们这个小男孩先不说。后来就是跟这个湖州小男孩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紧接着这个事情，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他又约我去海南出去玩，对。他约我跟他去海南去玩，结果我就去了。去了以后，那是我们第2次旅行。去了海口。然后也是很久没见了。他见的第一面，然后我就在大厅等他，然后见第一面，他就是说我胖了。然后我们回到酒店以后，然后他就坐在沙发上，然后用一种宠爱的口气跟我说：“来，小宝，你过来，看你胖的，哎，你坐我腿上，我看看你有多沉了。”我当时就是，如果说是你们的话，我觉得会非常开心啊，或者说非常就是那种感觉啊。但我当时我就会觉得真的被冒犯到了，就会觉得心里好恶心，就我当时我真忍不了，我就说没胖啊，来你过来啊，来坐我腿上啊，哎呀真胖了，哎别这样，我不得劲儿，然后就是我当时我真的就是觉得好难忍呐，真的好难忍，就是那个过程里边，就是我。你们懂那种感觉吗？就是他拿你当一个小孩子，然后拿你当个零一样，就是让你会觉得不得劲儿，真不得劲儿。对，哎，再后来发生了第2次，结果
第二次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得劲儿，就你也不知道，就是可能就是找对方式了吧。然后因为就是彼此的关系可能也进展了，也进展了，然后就是居然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爽了啊！对，后来这也是待了3天，然后我觉得那一次我是真的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迷恋这段关系了。然后包括我记得当时他送我去机场，因为送我去机场，然后我们拥抱了一下，然后我其实挺舍不得的了啊，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自己舍不得了，就逐渐的就是真的是可能跟他找到恋爱的感觉了。但是我在飞机上我又在想这个事儿，你知三当三啊，孟美图，你就是孟美图啊，你知三当三啊，你好，你这个事儿你说出去真的是不好吧？就当时就一直在说服自己，就是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啊？后来下了飞机以后又把他拉黑了，就是我觉得啊，不能这样做，对，不能这样做，所以就是又把他拉黑了。拉黑了以后，他又开始就是来你直播间里，然后又给你哄你啊，各方面。然后恰好那段时间可能也是过节了吧，元旦节还是圣诞节还是什么节，反正是什么节，又给你转了一个大红包。就金牛座其实真的就是哎呀，就觉得其实不是多少钱的问题，就是你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那种就是情侣之间给你转钱的那种宠溺感了。你们能明白吗？就是可能因为当时我也在做直播，然后粉丝也会就是说偶然间会给你转红包，金额也挺大的，但是就你几乎没有体会过一个对象给你转那么大的红包。对，所以对，就是挺好的，挺好的。后来我记得他跟我说出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话，这也是我就觉得我接触了很多对象都没有跟我说过的话，而且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图图你知道吗？他是小宝，你知道吗？如果有一天我在大马路上听到你的歌，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你有这个才华，因为你很努力。就你们知道这句话对我很重要，就是其实粉丝说过很多鼓励你的话，但是都抵不过你对象给你说的这么一句特别质朴的话。我觉得他是不轻易夸我的人，但你知道这句话对我很重要，就有一个人去欣赏你，有个人去认可你，而且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人去认可你。就是我所有的对象都没有跟我说过这句话，就他跟我说的。对，所以他对我很重要，他对我很重要。再后来我又来北京做活动，我那个时候在北京好像是录那个方糖新偶像，然后是一个唱歌类的比赛，两个人再见面可能就好了很多，不会尴尬。然后我在录节目的当天，我记得早上我8点多醒来，他还在睡觉，
我亲了他一下，他也在鼓励我说你今天要好好表现。就你知道我的生活里一般都是我在鼓励别人，很累啊，这啊，突然有这么一号人物，就让你所有的那种防备啊，什么盔甲呀，都可以卸掉了。对，是的，就是真的很难得有一个人能去为你考虑很多，然后会有一种就是温和而又真诚的一种语气去告诉你说，我看好你，今天要加油，这是很难得。对，再后来时间也是过得非常快，因为他时常就会出国，一出国我就会有一点小情绪，就是会觉得说自己做的不对，自己好像你看跟人家在一起1年了，将近1年的时间了，跟人见面才5、6次，每次见面都是待个3、4天，然后每次见面都是在酒店，你就会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什么角色，所以我就是又在质疑自己。然后直到后来就是我又认识了我人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人，他也是一个老板，他是一个身家很高的一个老板。他当时认识我其实就是因为他想找一个直男的一个小孩去参加中国好声音，结果这个直男小孩吧，家里人就觉得说这个所谓的老板为什么对自己家孩子这么好，然后结果这个家里人就不让这个小孩去参加这个好声音，结果关系什么都打通了，钱也准备好了，就需要有一个人来顶替这个位置，所以他看了那个咸蛋家，就觉得我非常合适，我又有原创作品，所以就想着让我去参加这个比赛。后来因为我的个性的原因就没有参加这个比赛，但是这个老板就想着说，就是问我有什么规划，对人生有什么规划。我说我其实挺想上大学的，结果这个老板就出了钱，要让我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进修。然后恰好这段时间 Q 先生也问我说你以后有什么规划，我说没什么规划呀。他说你要不要去上个学，我说上什么学啊？他说你要不要去学音乐。当时我整个人都慌了，我说他知道这个事情吗？或者说他俩是认识的吗？就是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因为我跟那个老板也没什么事儿，但我会觉得很奇怪。结果上这个学的时候 Q 先生给我出了3万块钱的学费，然后这个老板也是给我出了生活费之类的，反正就是，但是我一点我都没念着这个老板对我的好，因为老板其实出的钱更多，对，就好巧，这个老板其实出的很多钱，包括我等我回家，就是跟我回家的钱。其实是因为这个老板给我的生活费我没花完，所以我才拍的这个剧。但是我心心念念的就是 Q 先生给我这3万块钱，就是我会很感动，就是他有这个心，他给我转了3万块钱，然后我就上这个学。再后来再后来我跟 Q 先生就发生了一些问题。我记得当时拍跟我回家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我跟那个演员，当时可能真的要假戏真做了，因为大家都没拍过戏。跟我回家拍的时候，其实都是我跟那个演员都是第一次演戏，然后再加上因为剧情的推动，然后因为彼此也比较青涩，差一点假戏真做。但是当时我心里就一直想着 Q 先生，但是那段时间我已经跟 Q 先生又闹掰了。为什么？因为我在军训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 Q 先生能来看我，但 Q 先生不来。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说，我好不容易来北京了，离你这么近了，因为他也在北京生活，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后来好不容易军训完了，我有时间去看他了，结果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好啊，那你今天来，然后咱们一起吃个饭，吃完饭之后呢，我就送你回去。”我听到这句话，我就真的是忍不了了，我好想你啊，我好想你啊！然后我来北京这么长时间，我终于可以见你了，然后结果你就跟我吃个饭，然后你还要把我送回去，这。你们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要把我送回去，啊，因为你是第三者，不是，因为他俩其实就是分开住的，啊，他俩其实是分开住的，而且他俩其实就是开放式关系了，他俩已经就是，就是平时生活上没有什么交集了，啊。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没去见他，我就决定跟他分开。我就没有去见他，我就受够了。我说，我当时心里想，就是因为好像不太喜欢。后来我就没去见他，没去见他以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自己还是忍不住想他。然后我就给他朋友发微信，我没好意思跟他告诉他，我就跟他身边的朋友我就抱怨，我说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他那个朋友也没帮他说话，他朋友的意思就是说，还是你们单独去聊一聊，言语当中透露着就是说，可能他这个人其实对感情其实挺冷漠的，就大概是这个意思。结果那天我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然后他正好就是大概是晚上的11点钟，我给他打的电话，他接了电话以后就挂了，然后再打，他说，就是不舒服，好像感冒了，改天再聊，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挂了以后，我就真的非常歇斯底里，然后我真的就是好生气啊。真的好生气，好生气啊！然后再加上，其实一个片段就是我去找他，然后他看见了我，我就跑，看见我就跑，到最后他也没追到我，然后我就在那，就他来我就跑，他来我就跑，当我远处我就一直特别想他。所以那段时间情绪已经压抑到一个顶点，所以我就写了那个越来越像你这首歌，其中有一句台，天际看见你什么，我会哭着奔向你，就是你这情绪真的是爆发了，所以写了这首歌。还有电话，隔了1个多月，我记得天气已经变冷了，然后我还是很想他，然后忍不住就给他发一个短信，我说大宝，我说我很想你，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天气变冷了，多穿点。你的小宝。
我就发了这个文字，然后我就觉得是石沉大海一样，因为我觉得他没再找过了。之前我把他拉黑，他都是第一时间把我加回来，我就想他不会再来找我了。结果我跟一个同学在那块就是在冷风里就走着聊天，我全程就听不进去。然后这个时候短信就来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拉黑？我对你不好吗？不要动不动就拉黑。然后我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真的超开心，就觉得好愧疚啊，觉得好像就你所有的委屈，然后你闹出来就是你的不对。这个时候他回了微信，就觉得说，哎呀，好珍贵啊，好珍贵啊。后来我就跟他认错，我说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拉黑了。再后来他跟我说了他的现状，他公司出了点事儿，所以他一直在国外回不来。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好生病了，因为上了很大的火，所以他那段时间就是身体特别不好。他的朋友也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那段时间他也没有心思去顾及到我，自己每天也是非常，因为他也是40岁的时候人生经历这么大一个变故，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难熬的一个时间段。当时我就觉得我好愧疚啊，我觉得自己好无理取闹啊，在他人生这么需要一个人在他身边的时候，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我还把人拉黑了。他在国外做手术我都不知道，在国外也没有人照顾他。当时就觉得说，哎呀，自己好愧疚啊，就怎么能这样？现在50了，现在40，他是81年的，41了，我认识他那年应该不到40岁，他是81年。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愧疚啊，这真的好愧疚。后来我就决定我要等他回来，结果跟我回家就拍完了，拍完之后自己有点小名气了，然后又开始拍《跟我回家2》，等你回家。后来直到1年以后我们才见到啊，真的1年以后我们才见到，就是我们是10月份我知道他出事儿的，第2年的1月份我们才约着在国外见了一面，因为他还是回不了国。我记得我去的是日本，我们去的是日本。去了日本以后，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出国。为啥一直没见？见不了啊，他在国外啊。为啥回不了国？你耳朵是塞鸡毛了吗？刚才不说了他出事儿了吗？他回不了国。这晚上说啊，然后在国外就见了，就见了一下。人生当中第一次出国，完全不知道出国应该准备什么，就出去了，稀里糊涂过了海关，然后到了日本，填了表，去了酒店，然后我提前1天到的，他第2天他才到，因为他那个时候一直在泰国。再后来终于见到他了，还是会尴尬，
然后我们在日本住的酒店也会让我心里会有一点点落差，有一点的落差。为什么有一点落差？因为我们在国内都4000多块钱住的好大好大的酒店，但在日本就住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酒店。我当时就觉得说，哎，他没钱了，落魄了，又或者说是老夫老妻了，不用那么好的酒店。后来我才知道啊，酒店这个日本的酒店就是小。就见面的时候也很尴尬，因为有1年没见了，还是很尴尬。但是你知道，就是2个人，就是我看到那个床1.5米的床，因为我俩都是会有一点点独居症，就是独居症，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喜欢就是自己躺在一张床上。我看到1.5米的床，我就想今天晚上怎么睡啊？结果真的出其不意的，就是说住了一晚上，感觉超好，抱着睡的，床非常小，就是1.5米的床。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现在自己住的床还1.8米呢，俩人躺在1.5米的床，然后睡了一晚上，就好和谐啊，性也和谐，然后心里也和谐，然后你知道第2天，因为他之前在我心里就是特别完美的一个人，第2天我能听到他的肚子叫，然后能闻到他的头有一种头油味儿，就我觉得好，就是好细节的生活，就我从来没想过我跟他会有这么细节的接触。对，后来我们就一起吃拉面啊，吃日料啊，然后一起就是一直在游走。但我们的旅行其实就是非常休闲的那种，也不去赶景点，就是一起坐地铁啊，然后一起去庙啊，很甜。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日本的街头，微风吹得特别舒服，然后我们就聊起之前的事儿。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开玩笑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做零啊，还是会有一点点脏，就是一做零其实就是弄不干净嘛，会有一点啊，就是但是我就开玩笑，我就说哎呀，那还不是因为我是1的问题，对，我的意思就是说，索性你也没我的大，那实在不行我做1吧，怎么样？就是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实在不行我做1，反正我俩就是互相攻击。你知道，我很少跟一个就是比我年纪大的人去开这种玩笑，而且又是情侣的关系。那一刻我就觉得好真实的情侣，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关系会这么近，就真的有情侣的感觉，这是真情侣的感觉了。然后紧接着4天就过去了，第5天的时候，就是第4天，因为我第5天就要走，他就，因为我就是我临走前肯定是要买一些日本的一些特产嘛，就是药妆嘛，日本不是有那个药妆嘛，然后我就要出去买一点去，然后他就趴在床上，他就在那块玩手机，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可爱，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摸了一下他的头，摸了他一下后脑勺，我说大宝真可爱。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动作有多1呀？对不起，我不
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觉得你可爱，我就摸了一下你后脑勺，不好意思啊，没事啊，就这样。然后我就说我要出去买药妆，他说我陪你去，我说不用，我说我边直播，我说我边直播边去把这个药妆就买了，我说直播多少钱我就买多少钱药妆，他说好，那我就不陪你去了，我说好，结果临走之前我就说，我就趴在他耳边，我就对他说，我说我走了，小鸡巴老公。就没想到说完这句话就是两人大吵架，就大吵架。他紧接着我就在耳边说了这句话呢，你觉得你很幽默吗？你总拿这个开玩笑，你有意思吗？啊？你昨天就一直开这个玩笑，你现在还开，你这个人是不是情商很低呀？你对不起啊，我出去买药妆，就这样，第一次跟我发火。然后我就很尴尬，我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在直播，然后直播的时候也没心情，然后直播到什么程度？直播到我手机都没电了，我坐在一个咖啡厅里边，我手机没电了，我都不好意思上楼，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万一回去他还在生气怎么办？但我手机已经没电了。手机已经没电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楼，我就很怕吵架，我也很怕就是他那种语气跟我说话，我就会觉得不是害怕他不是害怕他这个人，是害怕他对我这种态度，我就觉得好难过，就是他对我这种态度，我觉得好难过。然后我也知道自己错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挽回，对吧？但是手机已经没电了，我就必须得上楼了，我就上去了。上去以后，他还在那趴着，他看我回来，他回头看了一眼，回来了。哦，买了吗？买了。就这样，我就很尴尬，然后我就躲进厕所里边了。然后我就坐在厕所的那个马桶上，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出来，好尴尬的。然后我就出来了，大概10分钟左右我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说饿不饿呀？还行。你饿了？你饿了我就陪你去吃东西啊。我还行。哦，那走呗。吃什么？就吃那家吧，鳗鱼饭。好，就这样，我就跟他出去吃饭了。吃饭的过程当中，谁也没提这个事情。他点了1碗拉面，我点了2碗鳗鱼饭，因为1碗没够吃。然后我还把碗里的鳗鱼夹给他了，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吃菜吃的比较少，我爱吃米饭嘛。所以我就把那个其中的1份鳗鱼我就夹给他了，然后谁也没说话。吃完饭以后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又躲在厕所里边，我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然后等我再出来的时候，
小宝，来。我刚才说你生气了？没有，没有。这个事儿吧，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就是再怎么样，你也不能拿这个开玩笑，对不对？你说是不是？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开了个玩笑。是啊，你再爱开玩笑也不能拿这个开玩笑，你知道你说这句话多伤人啊！你想想，如果说我一直说你脸上的痘坑、痘痘，我说我看你脸恶心，你什么感受啊？是不是？你也觉得难受是不是？我又不是故意的，而且我也不知道你的禁忌是这个呀。怎么的？你觉得你没错吧？你看，你还觉得你没错呢。我是有错，但你也不能这么说我吧？我怎么不能说你啊？啊，情侣之间不能吵架吗？能吵架是能吵架，但是你不能这么对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对你啊？啊，你到现在你还觉得自己没错？是我错了，我最大的错就是为了你做零，为了你来日本，为了你做这些事情，我错了，我知道了，行吗？你看你这个态度啊！我跟你说这些事儿，你完全不记得。你这个脾气，你跟谁能处啊？行，是我的错。我不管有多少人喜欢你，我也不管有多少人敬着你，不跟你开这些玩笑。我不喜欢你了，我走，就这样，我就这样，我拿着行李箱我就走了，他也没拦着我，然后我坐电梯的时候还特别搞笑。坐电梯我以为他会追到我，所以我按电梯的时候就很快的摁，我很怕他拦住电梯，像韩剧一样就拦住电梯，然后他进来不让我走，我就很怕他追到我，然后就把那个电梯往死了摁，就是快速的下去，然后我还在那块气的，就是然后等出了门的时候，然后因为酒店大堂，然后就有一个门卫在那块，就是那个门童在那嘛，酒店大堂，然后我就拎着行李箱我就走，这个时候门童恰好，你说也巧不巧，恰好来了一辆出租车，这个门童就咵把这个出租车拦下，然后拿住我的行李箱就往那个出租车上一放，然后这个时候我还在想说他怎么还不下来，这个时候那个门童把门一关，车就走了，你知道吧？就是这我真的是我没想到，你知道这一气呵成这么快，然后我还等着他来找我呢，你知道吧？就是我就很慌，然后那个日本的司机就在那问说你要去哪儿，就大概意思，然后我还听不懂，然后我就拿翻译软件我说我要去机场，但是其实我是第2天的飞机，你知道吗？就是我是第2天的飞机，我就没地儿去，我就说我去机场，结果嗨，就日本人就说嗨，然后就开始开车。开车的过程当中，你知道真的是很神奇，然后我就这木已成舟啊，自己已经走了呀，你知道吗？就是，然后我就说拿着耳机我就在那听歌，结果听歌，然后就放了一首《泡沫》，阳光下的泡沫，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我他妈特别难受的时候来了一首《泡沫》，你知道吗？
好了，说你在机场附近给你找了一个酒店，你第二天也因为他们也知道是我明天的飞机，他说，就是在酒店附近给你找的一个酒店，然后，不是那个机场附近给你找的酒店，然后，嗯，第二天那个有司机送你来机场，然后就安排的特别明白，然后这个老板也是让这个员工又给了我人民币大概4、5千的一个现金，但是就是那个日币我不知道是多少钱，我忘了，几万日币吧，我忘了，我真的忘了。反正就是给了我当时记得清清楚楚，他是给了我日币，但是折下来好像是3、4千块钱。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在等这个员工来的时候，我还坐在那儿，我坐在那儿，然后我就我心里满心想的都是 Q 先生，我觉得自己很不成熟。你知道，喜欢一个人真的是卑微的，就是你发生了这些事情，你还是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太小孩子了，然后就忍不住给他发了一个短信：大宝，我到机场了，你不用担心我，是我不够成熟，对不起啊，我还喜欢你，回国内联系吧。然后他也没回，后来我又加他微信，因为是我把他拉黑了，所以我加他不用通过。我说你干嘛呢？他也没回，我给他打了语音。大宝，我到机场了。什么？我说我到机场了，我这听不清，我在洗澡呢。哦，那你洗吧。当时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儿。一个小朋友为了你做了零，去了日本，千里迢迢见你一面，跟你闹别扭了，不会英文不会日语，冲出门去，你不管不顾，你还在泡澡。我不理解，我真是不理解呢，这我真的是他在泡澡哎。超委屈的，对，专门治我，超委屈啊，从来没这么委屈过。后来司机把我送到那个酒店，然后老板就给我打电话，就那个大老板就给我打电话，打语音：你没事吧？你现在心脏好没好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跟我说。还需要我帮你什么？你知道那一刻真的忍不了，哇哇哭，然后就有人问你怎么了，又哇哇哭，我的妈呀！然后把那个老板哭的都吓到了，他说：“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呀！”我就一直在那哭，哭到最后也没告诉他怎么了，哭了将近20分钟，把电话挂了。然后这个时候
贱嘚嘚的又给那个 Q 先生打电话，因为他信号不好，所以又发的语音。他还在跟我讲道理。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我说你，我就真的带着哭腔，我问他，我说，你不担心我吗？他说我担心你什么呀？你不是自己出去的吗？你自己能出去，而且你都这么大了，你能出什么问题呀？当时你知道这心里多难受。还是忍不住哭，然后真的忍不住了，然后我就跟他发语音的时候，我就说这些事儿，我说我从来没这么委屈过。啊，他看我哭，他也赶紧给我道歉，他说啊，我没想到你，我说他说你怎么哭成这样啊？还算我不对怎么样的？你别哭了，怎么样？但你只要就我哭成那样，他也没说我去找你啊，你赶紧回来吧。没有，他知道我在酒店里，就没管我。没管我。第二天我去机场，到了北京，下飞机了，我报个平安。我说大宝，我到北京了。我说我知道错了，等你回北京再联系，你不用担心我。他回了句，你们知道他回了一句什么吗？他回了一句，你知道错了。那一刻我就发现，真的全都是泡沫，就我那个时候我就确定了，我不是爱情，他没有那么喜欢我，我只能这么说。我也不是说他就是不好的，但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他没有那么喜欢我。那一刻其实我就放弃了，我就完完全全懂了，就是我们从认识16年一直到18年，异地恋、异国恋持续了2年，然后知三当三，然后为了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以为我们已经是爱情了，对，
我以为我们已经是爱情了，但不是。就他问我说你错哪儿了？我还硬着头皮说，我说我不该开那些玩笑。我说，因为我年纪还是太小了，我情商太低了。你们知道我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对他所有的喜欢都结束了。我认错是为了维系这段关系，但你还让我回答错哪儿了，好残忍啊！后来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再后来他回国内，要跟我见面吃个饭，我说好。吃饭是我买的单，那家餐厅也是我经常去的。我在北京熟悉了这座城市，变得有底气了，然后也仅仅半年的时间就完全走出来了，又恢复了自己自信啊，然后那种霸道的那种状态。所以点单是我点的，买单是我买的，走的时候还给他叫了一辆车。他饭桌上他就跟我说，他说感觉你变了一个人。我说是吗？人都会变啊。他说感觉你现在像个大哥一样。我说还好吧。后来我到家了以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谢谢你。我看到这两个字，这三个字，我真的就是心里蛮感慨的。我就回了一句，我说咱俩什么时候用这么客气了？以后不要跟我说谢谢，也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再后来他回国内之后，他几乎也没什么钱了。有一天他找我借100万，他说我这边要周转一下，紧接着要卖房子，就可以把这个大概1个月2个月，他现在房子已经在挂呢。我为什么要借他10万块钱，没有借100万呢？因为我就会觉得说，他在我这儿，他给我花了将近10万块钱，我现在富裕的也是这10万块钱。他有能力他就还，他没能力的话，这10万块钱我也可以不要。他在我这儿值这10万块钱，但100万我觉得不是说他不值，是我也没有过多的能力，而且也只是个前任。后来我就把这10万借给他了，结果1个月左右他就把这钱还我了。再后来他有一天他给我发微信，他说他听我的歌听哭了。我当时有点受宠若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现在才能感受到你当时有多委屈。我说嗨，我说也谢谢你当时能给我这个情绪，让我写出这2首歌。再后来其实都过去了，然后我又把他拉黑了，因为我觉得2个人交集越来越少。我经常会看到我们在共同的好友里边，他给别人评论，但是他从来不评论我的朋友圈。我觉得是时候该说再见了。再后来芝麻1开拍了，然后我本来没想拍他的故事，
我只想拍高志鹏那一段的故事，但是后来临时改剧本，就把这段故事加到里边了。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说 Q 先生看了你的剧了。那个时候我真喝多了。他说 Q 先生看了你的剧了，很感动。然后我喝多了，我也情绪很激动，然后我就哭了。我说我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事儿。但是我当时真的很喜欢他，我就边哭边说的。他说他知道。他说 Q 先生对他们说，其实百里屠夫是他很重要的人生当中一个人。他很喜欢你，他觉得你很重要，他也能看到你的心思，能看到你整体的一个进步。当时我就觉得值了。对，当时就觉得值了，好像一切都就释然了。就其实我现在偶尔也会想他，就是会很怀念他给我整个人生带来的影响。我依然忘不了他跟我说，他说：“哎呀，如果说有一天在街头能听到你的歌，一点都不意外。”我始终记得这一句话，就是他给我的鼓励或者对我人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可能我的人生可能以后的人生可能都遇不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了，而且又这么拿捏你的人。但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从别人口中听到，原来他跟别人提起过我，而且对我满心的全是赞扬，都说我有多重要，说很想念我。那一刻真的是超感动。所以说就是都释然了，就是只是人生的一个情节。对，情节。可能以后都不想再做零了。因为被别人拿捏的感觉真不好。对。而你如果有一天我有更大的成就了，有一天你可以跟别人说，白羽屠夫跟我交往过，我是他某一任，我做过她老公，我都不会觉得，很难堪，我会很开心。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你的一个小三儿。很期待着有一天，对，你能光明正大的说，我跟百里屠夫交往过。
哦，我觉得很美好啊，我觉得是很奇葩的一段感情，但是你知道，呃，就是越荒谬的感情越让你记忆深刻，对，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展成这种，但是其实就这样荒唐的一个事情，就是会让你记忆犹新。就是我说实在的，就是我现在想想，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嘛。如果说他不优秀的话，我怎么可能为他去做这些改变呢？对吧？就是年轻有为，然后品味啊，包括谈吐啊，各方面都很厉害。然后长得也是我的菜，身材也很好，所以他在我心里是很优秀的人。虽然说可能因为两个人想法不一样，没有走到一起，生活也不一样，对，但不遗憾，也不后悔啊。从他之后，我觉得我就找我的小可爱吧，还是做一更有安全感。做一其实是一件让我会觉得很有安全感的事情，然后也知道自己该往什么方向走。做零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好的体验。对，不是一个好的体验，对。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吧。哎，感谢大家支持。湖州小男孩，湖州小男孩改天再讲吧。就这样喽，拜拜，拜拜。